关注田丽君看剧更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田丽君。天官赐福讲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太子不忘初心的故事，其实是忠粉追逐偶像800年最后逆袭的故事。但你容易忽略的是，天官的精髓在演，人人都是戏精，影帝们同台竞技，主角几乎都有马甲，每个马甲真不好意思在天官里混，又名3届影帝之巅峰对决。说起天官赐福中的影帝，那可真是人才济济，桐庐山更是影帝培养基地，绝境鬼王都是实力演技派。让我们看看，在这场精彩激烈争夺最佳影帝的大战中，被提名的有哪些吧。风信和穆晴，小学鸡吵架招式之我自愿。他们曾是谢怜的侍从，在他第一次被贬时，3人分道扬镳，但是内心还是关心谢怜的，只不过没有台阶下，外加嘴上不饶人。谢怜因为纣家没有什么法力，听说谢怜要去执行任务，风信和穆晴装作小神官来帮他。这2人还不忘互怼，虽然都说自己是自愿来协助的，但表情都很不情愿。其实他们真的是自愿，表情不爽的原因只是旁边的风信或穆晴，大家考虑到彼此都是小号，所以十分默契的用你家将军来称呼，还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，第一眼就被花城认出。2人特征太明显，风信爱说出口，穆晴爱翻白眼，就是那句话，偷吃不插嘴，穿上马甲也不伪装的彻底，演技受争议，看来影帝是与他们无缘了，还需要再磨练磨练。谢怜早有察觉，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，陪着他们演下去，像陪小孩过家家一样，莫名喜感，道行还是太浅。谢怜也是演技派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谢怜，纯情太子妖艳妃，这个名字说是得到亲妈的认证，在作者有话说里和读者打趣的。取名背景是谢怜当着君无的面和花城用通灵口令通灵，场面一度很刺激。书上写谢怜马甲有2个，一个是妖道双狮之一的方兴国师，仙乐灭国后，他救了永安太子朗千秋，成了他的师父方兴国师。后来因为七荣和安乐王的阴谋，迫不得已刺杀了朗千秋的父王，恰巧被他看到，于是将谢怜用桃木钉钉住，扔到荒郊野地。其实谢怜是神官，杀不了的，他只是假意用这种方式来平复恩怨。直到800年后，花城把朗千秋带到七荣那，朗千秋才了解真相。还有一个是半夜国的花将军，在谢怜第2次被贬，收破烂到半夜国边境，被抓去当兵。当时谢怜随便起了一个名字花谢，他当校尉时帮了不少人，百姓们尊称他为花将军，还为他立了一座石碑。直到半夜国师的出现，才让谢怜一直隐藏的马甲掉了下来。其中在人间游历的800年，也不知道换了多少个马甲。收破烂，胸口碎大石，随意放在哪一个角色都演得很好。风师，女装变身1000种心得。风师娘娘虽然被称作娘娘，实则货真价实的美男子，性情如风，侠义心肠，且出手大方，喜欢结交朋友，人缘极好。风师平常的爱好就是女装，风师扮作女子，毫无违和感，可以轻松驾驭各种剧本的女主。在半夜国初次登场就是女装扮相，说是会比男扮相法力更强。众人齐聚半夜国，其实可以说是马甲聚会，除了谢怜，几乎都身披马甲。花城，黑水原来还有穿女装的爱好。黑水，100年难得一见血雨探花穿童装。风信和穆晴都是披马甲上线，你给我演好点，否则面子挂不住。阿昭是小裴将军的马甲，演技也是杠杠的，身份被揭穿，让在场的不少神官都大跌眼镜。林雯，论学霸如何逆袭。林雯是天界第一文神，在众多女神官中最为出色。她不仅要协调天庭上众多神官，还要处理各种大小事务。不夸张地说，上到天文地理，下到鸡毛蒜皮，林雯都知晓一二。
是绝对的天界白晓生。整个天庭的通灵阵都是以灵纹的法力设的。斗灯会上，作为唯一一个入了前10甲的纹神，不得不佩服他的能力。放在现代就是那种万能的女秘书。灵纹真是藏得深，被揭露的时候让人大跌眼镜。做事面面俱到，干脆利落。不管是制造锦衣仙的事情被发现，还是面对撕破假面目的君无，灵纹始终坦然自若，实在太会演了，让人看不透。看似生性淡薄，却不是乌合之众；看似心狠手辣，却深埋温柔。你看不出他对白景是什么感觉，明明是他把白景害了，但白景还是对他死心塌地，看似无情仿若有情。去桐庐山为的都是想让白景成绝化形。灵纹为何先倒戈君无后又叛变了？因为灵纹是一个识时务为俊杰的人，他对于局势有清晰的判断和认知，在你的选择之中已经说明了你的才能。花城，天官赐福又名鬼界大佬掉马记。花城一直隐藏自己，他的马甲最多了。万神窟是花城掉马现场，在壁画上大家才得知800年前从城墙上掉落下来的小孩是他，致使惊鸿一瞥，百世沦陷。天天给太子庙神像送花的小孩是他，看到天天又想起了魔道，所以魔道又可以叫。论天天是怎么样变成动词的。回到正题，仙乐国发生战争的时候，陪着谢莲度过温柔乡毒，在谢莲身边的小士兵是他，摆剑穿心和抢福地时在他身边的鬼火是他，见过谢莲最落魄无助的时刻，一直相伴左右。为谢莲魂飞魄散的无名魂是他，仙乐太子最忠诚的信徒是他，最后绝境鬼王还是他。马甲虽多，但每一个都能轻松驾驭，这大概就是爱的力量吧。800年后的枫树林，花城披马的原因是因为怂。面对心仪之人，不免会时时觉得自己还不够好，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，所以披了个马甲。花城在演技方面是很有天赋的，从他能跟羽狮皇骗过君无的眼睛，就可以看出他的演技很厉害。是孩子心图可期，只是根本不屑这个，我只给哥哥一个人演。黑水沉舟，天官赐福又名三界无间道。绝境鬼王黑水沉舟，为人时极其聪慧，是万里挑一的飞升之才，却被司无度为了失清玄而换了命格，结局悲惨。陆地上是花城的地盘，水上则是黑水做主。黑水大佬在三界无间道版本演绎了最佳卧底，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，骗过了所有人，被大家称为影帝。身为一个角，为了查明真相扮作帝师，跑到天庭当神官，一当就是好多年，还没有被人发现。斗灯会还能名列前10，在天庭还有50几个分身，专门用来打探消息，身份各不相同，还能轻松驾驭，这就是实力。能和自己半个仇人称兄道弟，陪着一起玩女装游戏，内心不是一般的强大。在斗灯会上，只有他低调扮演一个小吃货。在最后谢莲宴请宾客，他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偷吃，就用50多个分身一口气喝完50多碗鸡汤。开始还以为是权一真，毕竟只有他喜欢偷偷摸摸塞金条。后来看到花城的那句，那就加利息吧，一下就敞亮了，这是黑水。桐庐山影帝培养学院培养出的绝境鬼王都是实力派的影帝，似乎突然明白为什么七龙始终是一个劲角，这就是演技不到位的原因。君无，天官赐福又名帝君望子成龙记。这其实讲述了一个操碎心的老父亲，为了让叛逆的孩子走向自己认为对的道路，而费尽苦心搞了一系列的事。无奈小孩不但没有扳直，还跟鬼界大佬跑了。老父亲心力交瘁，脸上闪现一瞬的茫然。我错了吗？最后老父亲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笑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闭上了眼。儿大不中留。说到演技，虽然以上小帅哥的演技都令人赞叹，
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，君无这个大 boss 在这方面绝对能脱颖而出。一个反派终极大佬，也是天庭老大，这个反差你可还受得住？一人演绎多角，毫无违和感。和蔼救世的帝君是他，让人痛苦的白无相也是他，人、鬼、神，每个角色都给他演绎到了顶峰。做人是万人敬仰的太子殿下，做鬼是第一个绝境鬼王，成神就是敬仰万千的神武大帝，并以一己之力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上天庭，千百年形象完美，没有破绽，直到最后的最后，不主动脱马甲你都认不出，这个演技爆不爆表？如果你觉得君无绝对可以拿下天官最佳影帝，你就错了，以下这位也不容小觑。国师千年隐身秘籍，他的身份可谓隐藏最深了，也活得最久，他竟然能从君无的监控下活下来，可见此人实在不简单。他原本是乌庸国的国师，乌庸国覆灭后隐姓埋名活了很多年，最后到仙乐国当国师，也就是谢怜的师父。如果说君无就像老父亲的角色，那么国师就像个什么都懂却什么都不说的爷爷角色，有时候还倚老卖老。比如那封信幕情时说，你们两个年轻人，我一把老骨头，不要太过分。再比如他说花城，你这个年轻人啊，笑容一点都不真诚，命犯孤星，字奇丑无比，世间一绝。不知道是在表扬他还是在贬他。被国师一眼看穿的花城，估计内心是想灭了他的，敢在我偶像面前毁我形象。下面开始投票，你心中的最佳影帝是哪个呢？写在留言区。我是甜蜜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